大家好，欢迎来到 V 的艺术笔记。今天要为大家开箱介绍的呢是温莎牛顿学院级24色的固体水彩。那这边我买的是半块的固体水彩的一个旅行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注明26个物件。好，大家再说明，它旁边呢是一样是雷同的这个说明，简单的在这地方四边是长一样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后面这边，它一样有 APU 图标章，然后这是中国制造。那其实温莎牛顿在中国制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它这边有说它是经济实惠呢，而且它的品质是不错的固体水彩。然后这是它内部大概的样子的一个照片。然后这边有说明说，它有26个物件的原因是因为它有24个半块水彩，然后有一个调色盘呢，还有一个这个刷子，就是那个水彩笔的部分哦。好，那还有一些不同语言的介绍。然后呢，我们打开里面来看一下，还有一个说明书。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说明书呢，它有24个颜色的一个色号，还有名称。然后旁边它也有注明它的等级 ，AA 等级呢，它就是最优良的色粉。好，做一个简单说明，大家这边可以对照着看。好，然后呢，我们把它打开一下，它这边也说稍微轻压一下就可以打开了。那我们打开看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就有24个半块，然后呢再加上一支这个极细的，这是3号的一个水彩笔。那我们等下再把它画水画开来看看。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调色盘，所以它其实是可以有2个调色盘的。那这调色盘很有趣，它是利用这2个卡榫，然后呢把它卡住。那它可以卡住的地方呢，包括这里这2个。所以呢，你可以把它我看一下，这样子把它卡住，拿的时候这样子画，或者是呢，它卡得蛮紧的，蛮不错的，不会随便掉下来。OK， 然后呢，或者是换到这一边，好，可以卡得很紧哦。看我这样子稍微摇一摇，它也不会随便掉下来，所以还蛮安全的。所以我们拿在手上画画的时候很方便。那它这边呢是我们看到它除了24个颜色以外，其实这边还有2个空格。那它就是可以拿起来的。好，它是可以像这个样子拿起来的，蛮方便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换地方排颜色的话，像这样子有没有？就把它卡进来了，非常的方便。好，那我们等一下来打开颜色咯。好，那因为它这个呢本身卡得蛮紧的，所以我先把它拿下来，再示范给大家看。就是你这样拿下来之后呢，是拿中间这个地方哦，才有办法呢。这是卡得很紧，它其实每个机关都设计得不错。好，那你要拿的时候是用你的指甲把它从中间这个地方这样子稍微摇一摇就可以拿下来了。不过过程有点粗鲁哦，所以我先拿下来给大家看。然后你要拿这个的时候呢，记得用手从后面稍微用力推一下，它比较容易拿出来。因为它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这种小卡榫，算设计的蛮贴心的，可以卡得很紧。好，那我们拿下来之后呢，可以看它的这个包装哦，上面有写它是1级的。好，然后颜色的名称，好，然后这个色粉啊，它是用 AA 等级的，等等，好，耐光性啦，等等。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因为要开它的时候有点不简单哦，所以呢，我就是用剪刀从旁边，然后把它剪开。剪开之后呢，你其实只要转到后面来，你就会发现它是粘在一起的，所以你就会很好拆开。因为我刚刚试过，如果你是直接从背后开的话，反而不好开。所以剪刀打开了之后呢，我们就很容易的可以把它整个连这个纸张，很聪明的设计哦，就可以把它拿掉了。那它这上面一样哦，它这是什么颜色啦，色号啦，它上面都有做注明，它大概是长这个样子。那它看起来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一点比较干，
比起可能因为我之前看过室内利尔的有加了蜂蜜的颜色我就会觉得说他们的色粉啊看起来好像比较干一点，但是呢毕竟这是学生级的学院级的，所以要求也没有那么多啦，所以大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差异性哦。好，你看到呢，我拆完之后，拆完包装大概是长这个样子。然后它虽然会动，但是其实还 OK， 不至于说会掉下来。哦，有一个，掉下来的这个呢，它就是整块，因为它没有粘在这个底下，所以它这个壳本身是没有掉下来的。那但是这里面有几个状况，想要特别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就是这个颜色包装上面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点黑黑的东西，可能等下沾了水化开之后才知道。那有些地方呢有包装纸沾黏一点点的这个痕迹，上面不是光滑的。好，然后呢这个颜色呢，我们看一下它的包装纸上面沾了很多颜料。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颜色特别会沾。好，其他的话，原则上都还蛮 OK 的。等一下我们开始试色之后呢，我们会跟法国的圣内利尔学生级，还有德国的史密克学生级一起来做颜色比较哦。我刚刚呢把它做完24个颜色的试色，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颜色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学生级呢，可能色粉的部分是真的比专家级少比较多哈，所以它渐层做下来的时候，这里几乎就是剩下这个颜色的高光色，就是我们在画最亮的时候的那个颜色。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大概是长这个样子。那它的佩恩灰跟它的黑色呢，那比较起来，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它的一个颜色，这个比较寒色，这个比较暖色，所以其实即便是黑色把它调出来的灰哦，它的颜色也是有不同的这个味道。好，那我们画完圣维利尔的这个学生级之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就是两家的颜色呢，其实各有不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说柠檬黄的部分啊，颜色看来是差不多这个颜色看起来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圣内利尔的红色就显得比较鲜艳，它的层次也会感觉比这里稍微多了一点。但是佩恩灰的部分呢，就会感觉圣内利尔的颜色呢比较淡，比较薄一点。然后温莎牛顿的这个佩恩灰，它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明显的一个色彩暖色，一个比较暖，一个比较寒。然后这个部分呢，它的深浅，温莎牛顿的这个深浅呢层次是比较多的。我们画了这3个颜色之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3家的学生级的水彩呢是长这个样子的。那史密克的24色的颜色，它的渐层啊颜色都还蛮饱满，而且渐层也蛮丰富的。那但是史密克呢是这3家就是史密克，然后圣内利尔还有温莎牛顿这3家当中，它的价钱是最高的。那这个如果是以台币来看的话呢，大概是2500块左右，就是折合美金大概是85美金。
然后室内立耳呢，我用的这个呢是属于12色的，12色大概是600块。那如果你要买24色的话呢，大约是1200块台币，那折合美金的话是37.8块钱美金。那温莎牛顿的话呢，这上面温莎牛顿24色，大概折合台币是1600块台币。那如果是折合美金的话呢，是大概52.5美金。所以呢，这当中这3个价钱，如果学生级来讲，室内立耳的价钱是最便宜的。那温莎牛顿居中，然后史密克是最贵的。然后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它的颜色的变化，它的饱和度还是有不一样的。那当中很有趣的是，这里面有3个佩恩灰 （Payne's Gray）， 这个跟这个。那室内立耳的呢，就是颜色就比较薄淡，然后加一点点水，就几乎后面快看不见。那温莎牛顿还可以看得到有这个渐层的变化，然后呢，这个史密克的部分，它就颜色就还蛮浓郁的。果然，这个金钱的这个价值的上面，还是有影响到它的这个色粉的多寡哦，这是难免。那这里面有提到呢，温莎牛顿它有附上一支这样的小饼。好，这是3号的小饼，然后用水把它蘸开，来做一下试色。那我选一个比较明显的颜色画给大家看，这颜色比较明显。然后它画出来的线条呢，大概是这个样子。它其实蛮好做拉线的，感觉还不错。那更细的话也是可以的。那如果你有时候需要签名的话，这样子的一个笔尖是蛮适合来做一个签名的。沾一点颜色。所以如果要上面呢，它画出来的线大概这么细，然后如果我们要写上这个英文字的话呢，是还不错的。所以有时候你想要动手写小卡片的话，如果你想要动手自己写一些小卡片的话，这支肤色的笔都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并按订阅，点击小铃铛，随时接收最新影片通知哦。你想知道的艺术大小事，欢迎留言在下方。我们下次再见喽！